这个双龙隧道最精彩的是这个地方要记得停下来啊！我知道自己去绕一圈啦，自己绕比较快。就像一次享受隧道界的满汉全席，好美哦！你有看过这么尽责的指标吗？它该不会是要走前面这个小路吧？我骑过来中心新村，要来骑下中心支线。这个地方也太美了吧，有够梦幻的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草屯自行车道主线终点。那这边有草屯自行车道石斫支线。那我今天要从草屯自行车道主线的终点这边逆骑啊，逆向骑回去起点。那我们沿路来看看咯。大家早，我是 Wendy， 今天出现在南投的草屯。那我现在要来骑草屯自行车道的主线，我看他写休闲型，全长13.7公里，我们来探索一下吧。该转弯的地方地上都有标示，还蛮清楚的啊。还记得我上次的那部影片双石吊桥，有拍到一个草屯自行车道的路线，感觉草屯这边有很多自行车道，所以我这次就特地过来骑骑看了。那其实我今天一大早啊，还是从日月潭出发，来到草屯大概37公里。不要被公里数吓到，以为我很厉害啊，没有，我是一路下滑啊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大概下滑了700公尺，很开心啊，一直下滑到草屯，现在终于开骑啦。有没有看到远方那个氦气球啊？上次我们有去过。主线12K 处，这边还有一个草屯自行车道的平林支线。我们刚刚从双东国小出发，前面有个双龙隧道，那就是我这次最期待的地方啊！会特地过来骑，也是被那隧道吸引了。等下带你们过去看哦。隧道中开头灯，隧道的标志来了。这里是少见的双洞单向隧道，长青隧道往西，双龙隧道往东。这一带的隧道有大有小，有的超级明亮又梦幻，有的则是伸手不见五指。这个双龙隧道最精彩的是这个地方要记得停下来啊，两个隧道之间。我刚刚一直想要等对面的车子过去，可以拍一下，结果这里一直都没有车子。我知道自己去绕一圈啦，自己绕比较快。还好这隧道没有很长啊。来到这里，就像一次享受隧道界的满汉全席，每一座都有不同的惊喜。这隧道短短的，马上可以来骑另外一头哦。双龙隧道怎么这么好玩啦？骑隧道骑到饱啊，都没有车一人包场。骑着骑着，总有一种正在穿越时间的感觉。原来有些被遗忘的地方不是消失了，只是安静的把美留在这里。这边还有一个隧道啊，还好我都有习惯带车灯呢。这个隧道没有灯哦。然后我就从隧道出来啦。今天天气非常好。看来应该很多人去排队搭乘那个氦气球。又来一个隧道耶！平常经过隧道啊，都还蛮害怕的，怕后面有来车。可是这个草屯自行车道非常安全，根本就没有车啊！平林桥。
草屯自行车道主线，台1/4，26公里处。前方注意，要准备左转喽。那我们刚刚骑的一小段台14，就可以接过来这个小巷子喽，又可以安心骑行了。虽然旁边这个路牌歪了，它还是有提醒你哦，记得要右转。哇，这一段好漂亮哦，让我想到之前在埔里那个地母庙旁边骑的那个哲学之路，好美哦。沿途还可以听到那个水流声，我刚刚就停在这个地方，静静的听那个水流声。你有看过这么尽责的指标吗？他叫你这边要左转，代表我要走前面这个小路吧。这边如果要左转，代表我既然是逆向，该不会是要走前面这个小路吧？这看起来应该是有路，只是太少人走了。这个杂草长出来，看起来不太像，不过应该是可以走的。走这里，回头看一下，就这个小路，从刚刚从这边出来，刚刚从后面那个小路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接来外面了，很顺利，我们就接出来了。刚刚那一小段大概可能10公尺而已吧，很快啊，一下就到了，用牵的。你如果敢滑，你就滑吧。哎，指标很清楚，这边说要左转，这里又告诉你啊。芒果哎，哇哦，芒果！特级爱文芒果带，我也太幸运了吧！直接在路边看到一堆芒果。我这边又看到了草屯自行车道平顶支线，主线5K。刚刚前面有一段应该是新社区吧，那个道路有重新铺过，所以那个自行车要左弯的指标就消失了。我在那里绕了一大圈，还好我有地图。那我会在影片下方把地图也附上，这样如果要来这边骑的话呢，最好是也有个 Google 地图，比较不会不知道弯哪里啊。有没有像这样转弯的地方，它一定会标示出来。看到那绿油油的稻田，心情舒爽，特别开心。而且这一路呢，基本上不太需要爬坡，平路慢慢滑，看风景。有没有像这里就要右弯，然后再左弯，就跟着指标骑就对了。主线3K 处什么？只剩下3K。高级金黄芒果带。接下来就没看到指标了。那我跟着这个地图走走看，应该是要进入市区了吧？刚刚有看到自行车的图案，然后就左转过来了。还是有很清楚的标示，该左转、该右转都有写。有没有看到？刚刚又看到了中心支线。哇，这全部要骑完，不知道骑到什么时候。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。草屯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停个红绿灯，旁边的树葡萄。放心，我没有偷采啊，
是觉得很神奇而已。路边就出现了一堆树葡萄。左转中心新村。看到中心新村的标志，没错，我骑过来中心新村，要来骑下中心支线，那就从刚那个停车场吧，接过来了。以前开车过来中心新村啊，大概就是点到点，车子开着停在某个点走一走。那骑一台脚踏车来的好处就是，真的可以随意逛啊，绕到一些之前完全不知道的地方。那我们来跟着这路线走走看吧。环山路，所以意思是这个中心支线感觉有点像是外环道吗？绕外面一圈，来看看吧。你来到中心新村会想到什么啊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现在很热，我要来去吃冰砖吧。那叫什么？三明治冰淇淋吗？快点啊！先来去吃个冰再说，好热啊！太好笑了，忘记现在是连假。刚那个冰砖大排长龙，而且刚刚拍的那个还只是一些人而已哦，那个转弯过去，哇，队伍非常的长啊。好吧，自动放弃，快点逃离人群啊！还是回到我的中心支线自行车道好了。国史馆、台湾文献馆，太神奇了！我还真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哎。找机会来逛一逛吧。离开文献馆前，记得去装个水再走啊。里面有饮水机。好消息是，有冰水啊！刚刚没吃到冰砖，喝个冰水也好啊，超热的。感谢草屯自行车道那个地图啊，上面写的中心支线，让我骑过来中心新村。这里骑车是这么的舒服又方便啊！我刚刚也有看到一些人，他们是租着脚踏车，代表你就算没有自行车来这里租一台，也可以在中心新村晃很久哦。那我现在要顺游来去猫罗溪一下，在那溪畔骑个自行车再走啊。没想到这个南投酒厂这么狂啊！这个地方也太美了吧，有够梦幻的。南投酒厂，其实我刚路过2次。我刚一直以为它是埔里酒厂，想说因为埔里酒厂我去过，而且那人一定很多。一弯进来，大惊喜啊！南投酒厂。刚刚那警卫大哥说这是土芒果啊，我这个土包子还没看过土芒果长在树上。然后这边的是金黄芒果。本桥进行汽车，仅供机车、行人通行。绿美桥 ，Hello， 绿美桥，猫罗溪自行车道，当地人都在上面散步啊，就我在下方这个步道骑车，有点小孤单啊。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刚刚看了一下地图才知道，原来前面那个是情人桥。那我上去看看咯。进行机慢车，我应该就是机慢车吧？我应该是慢车。好啦，反正应该是不能上去，我就不上去了。单车观光组的玩到有点太晚了。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回程了。那我这次要从集集水里回到日月潭了，来绕一大圈了。
集集绿色隧道西侧入口。好久没有来骑这个集集绿色隧道。上次有位观众跟我说，那个集集火车站前面的小火车啊，摆放到这个绿色隧道前面。那我想说，这一次来骑这里，顺便来寻找小火车。你在哪里啊？今天这个路线也蛮神奇的。本来计划要轻松骑啊，想说来骑个草屯自行车道，结果不小心，我看现在公里数都快100喽。然后今天早上下滑700嘛，代表至少要再爬回700。嘿嘿嘿，看看我找到谁了！说到做到，说要来找你，我就来啦。在头五市2公里处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左侧，你就会看到集集火车站当年的那一台小火车啦。快过来找它吧！这应该是要过上方那个台16吧。看到隧道很开心，代表象山游客中心快到了。哦，刚刚爬完那个月牙湾前那个隧道的坡。刚刚水社那边有没有超热闹的啊？他们应该是要去看萤火虫吧？那我回到日月潭喽。今天总骑程131公里，爬升大概1312公尺。好了，就在这里跟各位再见喽！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